走了走了。啊，是希儿小姐，还有小石也回来了。你好，我问你，最近有见过除了我们之外，其他长得和我们差不多的人吗？很抱歉，我恐怕帮不上你们的忙了。我从未见过你们描述中的人，不过不要紧，二位可以随我一起祈祷，贤者大人一定会实现二位的愿望。得，他又要开始那一套了。我们也不是这儿的居民，贤者大人能帮得上忙吗？二位可不要乱说呀！贤者大人对信众是一视同仁的，更何况二位还帮了我们那么多的忙呢。帮忙？二位帮我们击退了狂化的沙士，更重要的是，给我们这些随时可能消失的魂灵看到了愿望实现的幻景。对我来说，哪怕不是真实的，那也是非常宝贵的画面呢。哦，你是那个想看孙女儿的？你们连记忆都已经模糊了，但愿望倒是比活人还要强烈啊！当然，当然，这么多年，我一刻不停地想念着我的故土，那条原野上的小径，还有铺满院落的那些细碎的晶体。我一直在发自内心的祈祷，希望能够回到人世，向我那出走的女儿道歉，然后用余生偿还我犯下的罪孽。什么？当年我的女儿曾经爱上了一个年轻人，而我就像每一个顽固的老父亲会做的那样，要求他们断绝往来。甚至那一天，在他们约定见面的日子里，我还前往广场亲手拆散了他们。虽然我的记忆已经模糊，想不起那天我究竟做了什么，但那一定是很过分的事情，才会让我永远地失去了与女儿和解的机会。直到多年后，她带着身孕离家出走。贤者大人，请聆听我的祈祷，赐予我指引和祝福吧。喂，他这样说下去要没完没了了。我想你也不爱听这种肥皂剧吧？这家伙的信仰心太重了，我们还是赶快换个人打听吧。喂喂，你好，听得见吗？哼，原来听得见呀！切，刚才那个那么热情，现在这个又这么冷淡。不好意思，我正在打瞌睡。啊，我认识你，你是小石，对吧？之前那些怪物就是你们击退的，真是太感谢了。刚刚我就想说了，这到底是……就当是跑腿费吧。你不是不喜欢欠别人人情吗？不过还好两位不是这个世界的居民，如果是被其他人抓到我在祈祷时间打瞌睡，肯定要被数了一通了。哦，请不要误会，我当然也相信贤者大人，相信死后世界的法则。只不过像我这种人，活着也是吊儿郎当的，与其积极祈祷争取早点转生，还不如趁现在多睡睡大觉，多混几天轻松日子呢。原来哪个世界都有这种人呢？我倒是觉得这也算一种活法。所以你才离那些家伙那么远吗？因为不合群？这倒不是，只是那边有我生前认识的人，我总觉得见了会尴尬。他是我朋友的恋人，只不过恋情没能被双方的家庭祝福，
很常见的故事，对吧？那天晚上，他托我传话给朋友，两人要在某个地方相见，具体是什么地方，记忆有点模糊了。总之，最后的结果不太好，他们的会面被朋友的父亲拆散了。因为这件事的缘故，我才不想在死后世界再见到他。我怎么没太听懂？你这最后一句话跟前面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俩的事情也不是你造成的呀。虽然是这么说了，但是你看，有我参与的事情总是办不成，不就说明我这人运气不好吗？或许真的是因为不怎么向贤者大人祈祷的缘故吧。只好离大家远一点了。其实，一个人晒晒月亮也不坏。每次躺在月光里，我都感觉就像回到了活着的时候。那时的景色可好了，遍地都是白色的那个什么来着？总之不像现在这样，到哪里都是死气沉沉的。行了，我们已经很清楚你的生活方式了。所以过去的10几个小时里，你也都在睡大觉，没看见任何陌生人，是吗？是吧？怎么了吗？浪费时间。看来信仰心太弱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啊，是希尔小姐和小石。是，我是小石。你这家伙，难道是拿着喇叭在鬼魂里做宣传的？我可没那种雅兴，只是在他们之间消息传得很快吧。所以，这位小鬼，没搞错的话，你就是那边那2个鬼魂故事里的男主角本人了。故事男主角？我不明白二位在说什么，我只想快点转生回到原来的世界。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没能在这里见到他，这不就说明他尚在人世吗？现在转生，我还有机会再见他一面。可是，如果他刚好在我转生之后的时间来到这里，那不就又错过了吗？不，要不还是慢一点让我转生吧。看样子你也是由衷信仰高塔贤者的那一派啊。哎呀，希尔小姐别开玩笑啊，我们哪有不信贤者的呢？比如说，我和他的第一次相见，就是在向贤者大人祈祷的高塔下。我总是想，如果还能在那里与他相见，该有多好啊！但没想到，我们最终竟然毫无征兆地迎来了诀别。那一天，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只知道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联系他的机会，他也终身没能和家人和解。你都没联系人家了，怎么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呀？每次来到月光最亮的那片湖边，我就能回忆起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。我们在海潮味的空气里，从相遇到分别。那时我们住在同一座村落，一座环绕着美丽晶体的村落，那里承载了我全部的回忆和执念，支撑着我在这个世界的存在。二位，你们曾经传播过贤者大人的意志，我请求你们回答我，我是应该继续在月下等待彼此的重逢，还是立刻迎接下一世那转瞬的擦肩？这种事你自己想去。我就想问你，既然你一天到晚都在这里等着投胎，那么除了我们，你还见过别的陌生人吗？我想应该没有。被带走重生的魂魄呢？你亲眼见到过吗？失去月光后消失的魂魄，我的确见过一些，但重生，我不确定。行了，够了，我们不打扰你了，继续思考你的情感问题吧。唉，果然是浪费时间。
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那些鬼魂的脑子……哦，他们应该已经没有脑子了。反正他们只能想起那些生前最执着的念头，可能连记忆都算不上，毕竟没有形体了嘛，容量小点也正常。没准就是因为念头太细碎了，我才会读取不了他们的心声。所以，你想从他们嘴里了解这个世界的构造，也只是一厢情愿。我倒是觉得刚刚还是有点收获的。你没发现刚才和我们交谈的几个鬼魂生前其实彼此相识吗？那倒有可能，但这又怎么了？它至少说明这个死后的世界并不是量子之海公用的，它充其量只是某一个世界泡的专属死后世界。在这里的鬼魂生前都来自同一个世界，也就是信仰高塔贤者的那个世界，而且那个世界本身也一定体量不大，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聚集一处。那又怎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来自本征世界的我们不可能因为死亡而被送到这个世界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活着。哇，好耶！这个结论刚才不是已经得出来了吗？你可以等我说完。就像之前打听到的传说一样，他们必须定期沐浴月光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于这些信仰高塔贤者的鬼魂来说，沐浴月光的体验和功效似乎和他们生前进行的祈祷相近。那说明他们的祈祷可能真的有效吧？量子之海这么大，世界泡这么多，有些奇奇怪怪的法则也很正常。怎么了？你不是还有东西要说吗？倒是无关这个世界的规则，只是关于那3个鬼魂的故事。切，不就是个普通的狗血故事吗？你不觉得他们的叙述里有一些别扭的，或者说矛盾的地方吗？痴情的年轻人，帮忙传话的女人，还有固执的老人，他们的记忆里都缺失了关键的一部分。年轻人忘记了和恋人诀别的场景，女人忘记了传话的内容，老人忘记了拆散情侣的手段，这不刚好是整个故事里最关键的环节吗？因为这些缺失，我们只好从其他人的描述里补全这个故事。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了，所以记忆才没那么清晰了吧？人要是死了，意识本来就会跟着消散，能保留点残片也是奇迹，不能苛求太多了。可是你刚刚还分析说，鬼魂存储的都是生前最执着的念头，但这些念头里最关键的部分，他们反而想不起来。不觉得这里面有点矛盾吗？那你觉得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确定，但或许那3个鬼魂的故事是一个突破口。总觉得有点眉目了，但还是想不清楚。虽然我也不是傻瓜，但单论动脑子，可能还是那家伙更擅长一点吧。谁叫他从小就更喜欢看书呢？如果能像他在长空室那时候一样，明明他都下定决心不依赖我了，我怎么反倒想去依赖他了？岂有此理！我说过了，我听得到哦。但你不会说出去的，对吧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威胁我！这家伙仗着自己能读心就……等等，读心？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，是误会，自以为心有灵犀导致的误会。石之律者，在那3个鬼魂的故事里，你觉得谁的责任最大？年轻人、女人和老人吗？那当然是固执的老人吧，是他把小情侣给拆散了吗？对，我们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。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3个忘记的部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年轻人忘记了诀别的场景，会不会是因为其实并没有诀别的场景呢？哈？同样的，女人忘记了传话的内容，是因为她其实不清楚传话的内容。老人忘记了拆散情侣的手段，是因为他并没有拆散情侣。我想事情恐怕是这样的，年轻人下定决心和恋人见面，
说清楚两个人之间的问题。约定的地点就是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，向高塔贤者祈祷的高塔下。可是负责传话的女人却是一个不怎么参与祈祷活动的信众，所以传话的过程中信息出现了偏差，向高塔贤者祈祷的场所被误传成了其他地点，那恐怕就是老人口中的广场吧。于是年轻人在高塔下没能等到恋人，误以为对方抛弃了自己，只能遗憾离去。而他的恋人来到广场，却遇见恰好路过那里的父亲，误以为年轻人已经被老人赶走。如此一来，故事里的矛盾就全都能被解释清楚了。原来如此，你这说的倒是挺有意思。只是空口无凭，你有证据证明这些推测吗？没有。这多正常啊，大家都已经是死人了，事情也过去那么久了，那些细枝末节谁又说得清楚？行吧，所以你这思考来思考去的，就只是为了在我面前耍帅？因为你的希儿在成空市大展身手了，你耐不住寂寞，也想做点类似的事？就算你是意识的律者，也不能血口喷人吧？倒是用一下你的读心能力啊！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你也别急。我承认你的推测稍微有那么一点道理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干点正事了吗？确实，而且刚才的推测也恰好和正事有关。如果事情真的如我所说，不，先别如果了，我们先去和那3个鬼魂对峙，验证一下我的猜想吧。也许这段故事真的能和死后世界的结构扯上关系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的罪过其实没有那么深重吗？原来是我办了错事，还推给贤者大人的天罚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就从今天开始祈祷赎罪吧。我自己也有错，假如我那时能再坚强一点，再努力一次，也许结果就会不一样了。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二位，明白了真相，我也感到自己有和他重逢的勇气了。我该怎么报答你们呢？可惜我没有肢体，也没有拿得出手的礼物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们助人不求回报，你有这份心就够了。哼，你倒是挺会替人大度。既然如此，至少请让我帮上二位的忙吧。你们好像在寻找什么人，是吗？是的，不过你不是什么也没看到吗？的确，在这方面我帮不上忙。但是二位如果打算四处找人，就需要储备更多的月岩，这样才能维持更长久的行动。我知道这个世界里月岩最密集的地方，每次靠近那里，沐浴那里的月光，都会让我回想起在高塔下和他初次见面的那一天。啊，二位稍等，我这就为你们展示那里的方位。结果也只是问出了一个地名，这就是你说的正事？不，这算意外收获。既然月岩能够左右这些鬼魂的存续，那么它想必也会在某个角度上触及这个世界的本质。所以我们早晚得到月岩最密集的区域走一走。行行行，你总是有道理。啊，该不会你和希尔平时就经常在脑内互相辩论吧？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这么能说会道啊？对了，说了半天，你之前提起的正事到底是什么？我在想，那些鬼魂的记忆不够完整，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你没发现他们知道的情报都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吗？比如，那个年轻人明明再也没有联系过恋人，却知道恋人在那之后的近况。老人明明实际上没有参与整件事，却知道年轻人曾经和自己的女儿私下约见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鬼魂所拥有的情报，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本该拥有的。的确，
都是一些自己不可能获得的视角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碎片化的记忆才会留下盲点，造成误会。那么，以你的判断，这3段故事中的细节，实际上是来自于谁的视角呢？你自己不都知道了吗？还跟我玩这个？是不是我们还得一起在手心上写好字，再一起亮出来呀？如果你想玩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陪你玩呀。免了。你是想说这3段故事其实都是来自于那个年轻人的恋人的视角，对吧？多半也是整个故事里唯一一个依然在世的人。3名死者的记忆都来自同一个活人，这个猜想如果成立，那这里就铁定不是什么死后才能进入的世界，不如说完全相反。虽然现在我们还没办法理清结论，但答案的轮廓确实已经隐隐浮现了。走吧，剩下的问题我们可以到目的地之后继续想。看来就是这儿了，风景倒是不错嘛。月光比其他地方都要亮，而且满地都是月岩。要是有鬼魂住在这里的话，一定能长命百岁吧？不过都是阴寿。月岩和月光有同样的功效，那么如果是一直沐浴着月光的月岩，又会怎么样呢？我哪知道，你捡一块起来研究一下呗。哪里冒出来的？嘿，不愧是阴间一样的地方，这怪物长得也特别阴。这些怪物的样子……喂，大家别走神啊！切，能偷袭我的怪物还没出生呢。好好取悦我吧！头抬太高了，跪下！你说爆呢？哼，不自量力。我还没打够呢，怎么就都趴下了呀？他们的行动轨迹感觉就像被甜食吸引的蚂蚁，可惜死得太快，都来不及看清他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。哼，那你倒是手下留情一点啊！难得有发现一下的机会，我怎么会考虑那么多？你不也一样吗？再说，这里除了月岩，其实什么也没有。他们的目标应该也只是其中一块月岩而已吧？那可不一定。虽然外表都是月岩的模样，但组成成分还是有差别的。比如，有时候也会有我这种会说话的品种。你，抱歉，从以前开始就总有人说我不擅长把握玩笑的分寸。不过这里毕竟有意识的律者，我还以为这点小把戏骗不到你们。你，难得有机会看看你这副表情，我就忍不住没提醒你。哎，好啦，别绷着个脸了，这位也算是来帮我们的，对吧？你们好，希尔，时之律者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曾经和你们认识的许多人都合作过的薛定谔博士。不过，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你们还是先跟我说说在这边遇到的情况吧。